这么晚了还敲门？装神弄鬼。 要我跟你来是吧？我来了，你想怎么样？甩头一刺。 是双头蛇。还有一个。招招奔着要害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果然不是人，手艺不错嘛。是谁把你们做出来的？完美，太完美了！如此精妙的神技术，超出我们武侯家太多了。 不过嘛，还是有缺陷的。明明是打学的手法，有时认学，有时却是乱打，而且不是2个，连阵中有几个对手都不知道，我武侯奇门的名头就算白混了。出来吧。 漂亮小子，怪不得村长看得上你。筋骨已经活动够了，就你们这点伎俩，还真不值得我动真格的。说吧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村长吩咐，办得到的话，顺手除掉武侯派的诸葛青。
你们看，我们的人生就好似这舞台上的人偶，在幻想中重演他人、自我、欲望、生死，时时刻刻都在牵引着我们，操纵着我们。渐渐的，我们越来越虚弱，越来越麻木。我们默默地忍受着命运之线的摆弄，失去了自我，失去了自我对命运的掌控。你们来到这里，难道不就是为了摆脱这一切吗？在碧游村，我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愿景。我会帮助你们，那些痛苦都将不复存在。一切都太过狗。马先红，你究竟是谁？在这里做什么？陈朵对你又意味着什么？大家在村里边逛了那么久了，发现了什么？都亮出来吧。哎呀，我是没什么发现的嘛。我又发现2个敲出雷声的，我晓得了，一个叫杜永波，35岁，建筑设计师；另外一个叫张江，42岁，经营家娱乐公司。他们都是普通人，2个月前来到的村子。我倒有点收获，2个在公司通缉名单上的在逃艺人，几个月前人间蒸发了，没想到跑到这儿来了。我？你们的效率都太慢了，全村的村民信息都在这儿了，不用写。身份、姓名、昵称、出生年月日、银行卡余额都有。信息挺全啊，东北的。你也在这里吗？我在啊。这个东北的有点意思，一直不露面，却知道我们所有的进程。我有同感。团长，除非你解释清楚是怎么搞到这些信息的，否则我们是没办法相信的哟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任务一开始不露面，我还能理解。可是都进展到这一步了，还不能做到面对面的交流，我信不过。肖哥，你也跟他们一起欺负人家？哎呀，我倒是不在意是不是面对面的话，但是就这么把资料甩进来，确实有点让人难以置信。你们以为我一个人被晾在一边的滋味很好吗？这就是我，你们看吧。
果然，真的是那位老前辈的后代。一样的力量，即使被封印住了，也能感觉到体内那磅礴的力量。这是禁止杀吗？没想到张西林还留了这手，没走漏半点鸳鸯。姐姐，你不会打算在这儿就，至少等我办完正事儿啊？完事之后，他随你怎么折腾。那你可抓紧点儿，别把它弄坏了。那我就开始了。你们要干嘛？我们只是找个东西而已。找什么东西？当然是你的记忆啊。记忆？我什么记忆啊？一切关于你爷的记忆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我自然会判断。你怎么判断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全新的吕梁，我能直接询问别人的元神，审视元神，不会抽出你所有元神的，我只要掌握你记忆的部分就足够了。放松一点，马上就好。我把张树兰给带来了，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？这次我可以加入你们了吧？恭喜你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全新的一员了。这么简单？没有什么加入仪式吗？标志、纹身之类的？不用那么麻烦，你只要对外宣称你是全新的人就是了。那你还让我干那么多事儿？你耍我呀？正如你说的，全信就是这么有个性，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。徐老三，冯宝宝，来的可真早啊！宝宝，不好办，这次人太少了，不光是吕梁，连刮骨刀夏荷和湘西傀儡师也在。没得事，我来弄死他们。徐三，你的意念力又强了。我倒是一直想跟你玩玩呢，当然，在房间里更好。今天我不想和你们交手，把张楚岚交出来，你们就可以离开。你想得美！快把张楚岚带走，他的记忆还没提取出来。刚加入全信，送你们个见面礼。尼玛又来！哇！宝宝，可别轻敌啊！对方可是刮骨刀夏荷，他可以激发人的原始冲动，让人不断沉沦。全信就是这般搬弄人心。哎，挺快嘛，可惜你现在还不是我的对手。
姐姐，你好厉害啊！全信果然是很酷、很有个性的。那当然，他可是全信4张皇之一，刮骨刀夏荷。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！可以，不过必须得冲过去了。嗯。哎，你们谁是这妹子们之想的？哎呀呀！说好让你等我消息吗？对讲机串屏了。你们忙你们的。站住！徐三，这就是你要的人吧？没错。既然张楚岚追回来了，所以今天的协议作废，我们哪儿都通必须把你们都带走。这么敬业，想抓我们没那么简单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张楚岚带走。土拨鼠，快去抢张楚岚！宝宝，八姐救我！是谁在管我事？悠悠球！哇！吕梁！他们去过山城那边了，把他们打下来！接到！你别乱扭啊！软的，什么超能力还能爆炸？快走！徐三。徐三呀，中了我的刮骨刀，看你怎么办！没事吧？走开，一会儿会很危险的。一张普通人的脸，不起眼是我特点。一颗石头镀层金也能够很耀眼。这就是刮骨刀啊！张楚岚，八姐救我！
能不能让我自己选条路？能不能系个安全带？也太草率了。好了。说了，戴安全带很重要。吕雷，救我！怎么说我是全系的一员啊？你是全系，我就要救你吗？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全系。花姐，你来了。哦。不接我电话。宝儿姐，宝儿姐，我错了，宝儿姐，宝儿姐，宝儿姐，你不要杀我，宝儿姐！三儿，那那个药不好使啊。那是他药用的不够。三儿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夏荷没那么好对付，让你别掉以轻心。现在好了，老实了吧？爷爷说运气是会流转的，坏到极致就会变好。都是屁话，我哪有什么好运气？只会越来越差，根本没有人看上我。那个柳爷爷。明明知道他身份是假的，却还存有侥幸心理。因为这个才丧气的吗？那倒大可不必，因为没有人的运气会一直差下去的。宝姐，你居然在安慰我。我之前一直以为你是个阴森，有的时候还疯疯癫癫的人，没想到你居然是个好人。你之所以这么倒霉，并不是因为运气差，而是因为你是个脑残啊！把它放下。你到底是有多傻才会相信自己这种货色会有姑娘投怀送抱？你瞧你长得一脸倒霉相，一身行动200块钱就打发了，陌生人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总要图你点什么吧？你浑身上下一无是处，真当自己镶钻了吗？怎么样，安慰到你了吗？别装死，起来！可是，
这里是个快递公司啊！起来，带你见一个人。张楚岚，你们这是干嘛的呀？我们实际上是有关部门成立的艺人特殊管理机构，以快递公司的名义行走天下。跟我来。那抓我的那些人呢？他们又是什么人啊？全信和我们一样，都是身上有着异能的艺人，但是又和我们不一样。身为艺人，他们又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。责任？艺人比常人多了一份力量，也就多了一份责任。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，但我们艺人要遵守不能影响普通人的原则。我们要防范这些逞艺人之能、妄图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家伙，就像全信这种。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维护艺人世界的稳定。我们作为艺人管理机构，表面上我们输送快递，实际上我们负责清理那些艺人中的败类。我们更重要的使命是保护普通人世界不被艺人影响，不给这个世界增添裂痕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能够维护住这眼前日复一日的平和景象，就是我们哪都通存在的最大意义。这么复杂？安全第一。来吧，楚岚，带你进来看看。宝儿姐，你不去吗？欢迎来到新世界。你现在已经身处在全世界最顶尖的科研机构。你所看到的这些人，都是我们最优秀的科研人员。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，我们还要秘密地从国外进口一些高新仪器。经过这些年的开发研究，这些设备我们已经全部都可以自主生产了。以前我们是向国外取经，经过这些年的努力，有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向我们学习了。我们基于我们的民族文化，在这条高新之路上，已经走到了全世界的前沿。可是哪都通不是个快递公司吗？你说的没错，送快递只是我们的副业，你现在看到的才是真正的哪儿都通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哪儿都通路北大区负责人徐翔。全性这样对普通人世界进行破坏，我们哪儿都通是绝对不会姑息纵容的。对于逃跑的全性之徒，我们已经发布了抓捕令。你们哪都通究竟在研究什么呀？公司研究的课题很多，宇宙、时空、能量、生命，但最核心的只有一项，那就是艺人的起源。艺人的起源？楚岚，你也是个艺人，
您可别乱说，我跟你们可不一样。不只是你，你爷爷是异人，异人也是人，也没有三头六臂。你见过没有认出来的异人，远比你以为的要多。而我们判断一个异人的标准，就是看他能否使用一般人无法调度的一种能量。这种能量，古代人管它叫做气。这种特殊的能量可以转化为超越常人的能力，也就是异能。我们研究的就是气的起源。那你们找到答案了吗？你听说过暗物质吗？宇宙分显宇宙和暗宇宙2个部分组成。我们所处的显宇宙只占整个宇宙部分的15%，而剩下的85%的暗宇宙，则是由暗物质组成。暗物质是人类现阶段科研还未曾了解的宇宙能量。但是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，在显宇宙和暗宇宙之间，存在着能量形式的物质交流。这种能量就是暗能量，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里，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，就是气。您不认识我，我也不了解你，你就把这么多秘密告诉我，不怕我传出去啊？你是想把我关在这个地方一辈子？张楚岚，我代表拉都通，正式邀请你加入公司。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我下午还有课，先走了。哦，您放心，道上的规矩我都懂，我在这里看到的、听到的，一个字都不会往泄露。张楚岚，我认识你爷爷。老爷子，你的第1代身份证啊，该换了。孙主任，啥第1代、第2代呀，不都是一样用吗？再说我都这把年纪了，你说，别新证没下来，我人先下去了。来，今天来啊，还是有件事跟你商量啊。你看楚岚呢，年龄还小，父母呢又不在了，您老也这么大年龄了，咱县里有个寄宿学校，要不要把楚岚送到那里？也有老师帮忙照顾，包吃包住，不光有老师教文化呀，还有一帮小伙伴陪他玩呢。您说行不行啊？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子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就不会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。谢谢。哎，老爷子，我刚才看身份证，你都快90了吧？你说万一哪天你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这楚岚也没人照顾你。这呸！我身体硬朗的很呢，你瞧瞧。我说主任，别看你年轻，咱俩打一架试试，你不一定打得赢我。我肯定打不过你。哇！哎呀，来，爷爷，我的。川，爷爷刚才教你怎么生火做饭，都学会了吧？学会了。好。爷爷啊，有点事儿啊，要出门，提前呢把3个肘子给你做好了，你每天呢拿出来热一个来吃，啊。另外爷爷跟你说，有2件事很重要，你记得了吗？第1件是不能试试使用武功，第2件是保命的时候可以用。好，可一定要记住了。吃吧。那爷爷，您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等你把3个肘子吃完了，爷爷就回来了，啊。
最后一只肘子也吃完了。爷爷今天几点回来啊？爷爷，爷爷您回来了！爷爷。 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你醒醒！爷爷，你醒醒！爷爷，老太我跪下！爷爷，哎呀，爷爷，爷爷，我求你了，你醒醒吧！爷既然您跟我爷爷认识，那您能不能告诉我，我爷爷是怎么死的？这个事情呢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。不过可以告诉你，你爷爷的本事是啷个来的。小蜘蛛，小蜘蛛，师爷叫您过去。好。朋友们，最近开始剪枝了，各位的剪刀都准备好了吧？用一把快的修枝剪，粗枝细枝，慢慢剪。这剪枝啊，就像剪头发一样，稍微一不注意啊，手一抖。哎，就完了。林玉，拜见师傅。名录都查过了吗？查过了。这次是咱们龙虎山2000年的庆典，这些老家伙又都是龙虎山的旧人，无论如何都得把他们请过来。您给我的那份名录是80年前的，有很多前辈都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他们的家属也没有兴趣前来。不过，有2名在世的前辈已经答应弟子，无论如何都会前来观礼的。师傅，这一份名录上面有一个被划掉的名字，弟子怎么查也没有查到，应该是龙虎山的前辈之一，张怀义。师傅，您认识这个人吗？既然名字已经划掉了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有早课，我去了。
黑不黑呀？也不开灯。小灯，开灯。卢爷，方爷，吃饭了。冯爷，来啦！哎，来了。任王爷啊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红爷，你有过那种还没起念头，却一下就被拽进内景的时候吗？被动进去的？嗯。那你的内景都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一辆甲申年的火车。上面还有一个我从来没见过、满脸是血的年轻人。甲申年，甲申之乱，甲申之乱，甲申之乱又来啦！你怎么了？滚！胡言，哇！哇！嘿，可真快呀！柳妍妍是吧？湘西柳家的唯一传人，傀儡术闻名天下。几个月前，你老爸找到我们，说你离家出走了，让我们帮忙找人。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，你竟然加入了全姓。关你屁事！我对他们了解是不多，我对你们了解倒是不少啊。打着快递公司的幌子，专门找艺人的麻烦。我看见你们这副嚣张的样子就觉得不爽。你叫徐四是吧？等我出去了，我一定投诉你。你搞清楚，现在是我在问你话。告诉我全姓这次的行动目的，我就放你走。我不告诉你，又能把我怎么样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你问你的，让他听就是了。你好歹也是湘西柳家的后裔，全姓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这么去维护他们？湘西柳家怎么了？我们的傀儡术早就应该消失在这世上了，就为了什么狗屁传承，非要我继承下来。从小到大，我唯一的朋友就是傀儡，除了家里人，我就没接触过别的活人。他们说，傀儡术未成之前，不许我接触普通人。好啊，所以我15岁之前，我一次门都没有出过。可等我彻底学会傀儡术之后，他们又让我像个普通人一样，让我老老实实的过日子，不许我使用能力，不许我控制傀儡。那我这15年来到底在干嘛？我去质问他们，他们说这是为我好。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那我和被控制的傀儡有什么区别？艺人使用异能有什么不对？你问我全姓哪里好？他们没什么好，就是让我觉得自在而已。丫头，你想要自由自在是吧？那不要规矩的后果，你做好承担的准备了吗？能够承担异能带来的责任和力量，这才是艺人该有的规矩。规矩也好，原则也好，不都是你们定的吗？把全姓说的跟过街老鼠一样，我看你们才是真正的地痞流氓。抓你是在救你，全姓没有规矩，也不讲原则，那其他艺人对待全姓自然也就不再讲原则了。全姓的仇人不计其数，一旦全姓的门人落入任何人手里，任凭怎么惩治，都不会引起他人的非议。
小子，你干嘛？刘爷爷，你说你不喜欢家人管教，觉得像受控制的傀儡一样，所以才离开了家。我10岁那年就没家人了，我一个人生活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对墙说1天的话。可我张楚岚都没觉得惨，你惨什么呀？我就想平平淡淡过完这辈子，哪怕是混吃等死。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都被你给搅黄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你偷了我爷爷尸体，我本来可以平凡的过完这辈子。告诉我，全心要我爷爷尸体干嘛？是记忆。他们想要的是张心凌的记忆。10几年前，一大批艺人界的顶尖高手在四姑娘山和一名艺人对峙，结果10几名高手全部死亡，而对方仅仅是受了重伤。那些高手中有唐门这样的名门正派，也有几名是全信的。从此，全信就一直在打听那个艺人的下落，但他们不是想要复仇，而是对那个人的力量感兴趣。当时死亡的全信高手在临终前说出了那个力量的名字：气体源流。而那个杀掉10几名高手的艺人，就是你的爷爷张西林。徐主任，我们找到张西林的棺材了。打开。瓜果皮再干也是湿垃圾，湿巾再湿也是干垃圾。我们用的东西是垃圾。张西林的尸体我们已经用完了。有件事情特别困扰我，张楚岚，你说你爷爷现在属于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呢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楚岚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一定要抗住，不丧气，要忍，忍，还是忍。这样打自己不会很疼吗？那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做？你不应该打自己，应该找到那些伤害你的人，打他们才对。徐主任，我加入哪都同意。有锯吗？给我来把锯。好。林毅，你先出去，我歇一下。
入库区，在这里接受订单、检查货品之后才能分配入库。你的工作很简单，按这个就可以了。你们费这么大劲请我过来，就是让我干这个的？不然你想干什么？少干多得，不劳而获，这才是我的终极梦想。歌娃子说了，汤品不可取，汤饮不可能，奋斗才是正道。宝儿姐，那咱们不是艺人界的特工吗？平常就在这里工作啊？又不是天天都有活干，没活干的时候，公司也不会培养你了。那我还有个问题啊，我们艺人跟普通人长得都差不多，那我们怎么区分艺人跟普通人呢？有手势啊，艺人界通用。什么手势？这么简单啊？才学会啊！宝宝，出点事儿，你跟楚岚给我来一趟。艺人隐藏在普通人中生活，哪儿的通作为管理机构，会有相关注册登记，对每个艺人进行统一管理，确保艺人行为不会影响普通人世界。每个艺人都会有相应编码。那我也会有自己的编码？当然了。Sir， 需要你的登录一下吧。斯卡，好友真多啊！跟你说正事呢。前几天，全信终于将你爷张锡林的尸体还回来了。可就在刚刚，他们把你的资料在网上发布了，所有艺人都能看得到。他们曝光我干嘛呀？你仔细看，重点在最后一句。这个气体源流我倒是听柳妍妍说过，不过它到底是个什么呀？艺人界有8种被公认为最神秘且强大的力量，称为8奇迹。8奇迹就是当年甲申之乱的源头，气体源流就是其中之一。很明显，它的拥有者是你爷爷张锡林。现在你的身份曝光了，不只是全信，整个艺人界都会对你感兴趣的。老天师，您怎么还没睡啊？老天师，哎呀，这都几点了？你是不是要学我不睡觉？小青子、小雨子，你们先出去。是。师弟啊，我也睡不着，过来找你喝杯酒。师兄，你这是？怀疑的，他人不在，但龙虎山总得给他留个位置。也是啊，师父收了那么多的徒弟，咱们3人的关系最好了。若不是他惹出这般祸端，我也不至如此。咱们3人在这龙虎山几十年到今日，岂不快活？这杯敬你。你身体虽然这般状况，却谨记师父的教诲，这许多年都没有轻生，转眼你我100岁有余啊！这都是修行的福报。怀义，这杯酒敬你。恭喜你，我今日才得知，你有后了。他要还在就好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怀疑四处隐匿，化名成了张锡林。唉，最后只留下一个孙子，叫
张楚岚。出什么事了？哎呦，灵玉呀，你可来了！这师傅跟师叔在里边喝酒都喝2个小时了，还没出来。叫人也没人应，我这担心的很。师傅最宠你了，要不你去看看？师兄，你是怕闯进去之后被骂，所以才叫我过来顶包的吧？哎，臭小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那样人吗？咱们都是亲传弟子，分什么你我？快去，去，快点！灵玉，来，喝2杯。师傅，田师叔，你们已经喝多了。为师让你喝，你怕什么呀？师傅，别再喝了。哎，你这个徒弟啊，哪儿都好，就是太认真了，太认真了。师傅，田师叔，你2位的话，弟子怎么越来越听不懂了？外面天色也不早了，赶快休息吧。啊，你不懂不要紧，以后就会懂了。你明天下山去趟新浦市，帮为师找一个人。你试试，看他够不够资格。什么资格？继承天师度的资格。这里的智能机器这么多，为什么非要我来凑人头啊？张楚岚，你谁啊？你爷爷张锡林对吧？我开门见山了，会气体源流吗？我也开门见山了，不会。你爷爷没教你啊？这个东西被你们说的这么厉害，我要是会的话，怎么会被全信抓走呢？而且我敢保证，我爷爷也不会这什么狗屁气体源流。他要是会的话，也不至于带我东躲西藏这么多年。张楚岚，你爷爷本事大了，10几年前在四姑娘山发生了一起大案，10几名艺人死在现场，全都是高手，而凶手呢？停！你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了，你就想告诉我凶手是我爷爷，对吧？这个案子我跟了10几年，昨天才知道凶手就是你爷爷，张锡林。你们口口声声说凶手是我爷爷，证据呢？案子发生在当年的白鹿，对吧？而你爷爷也是在第2天晚上去世的，对吧？你刚才也说了，案发地点是在路南的四姑娘山，而我爷爷是死在路北的老家，这中间相隔了几千里，所以我爷爷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看一下，这些都是我对案子调查的复印件。你爷爷在最后2页，在你心里，他是爱你疼你的爷爷，但在艺人间，在这个世界的公序良俗下，他是个背着10几条人命的恶棍。他带你东躲西藏，无非是在躲他的仇家，也是在躲哪都通。还有，你不是问我是谁吗？我跟徐翔一样，我是路南地区的负责人，我叫廖忠。你看，张锡林死前竟还以一己之力灭掉10几位高手，但还是没有看到这些记忆中有关气体源流的线索。这得慢慢来。还得等多久？一辈子的记忆，谁知道张锡林什么时候用过气体源流呀？我尽快吧。可我的3年之期马上就到了，我这边很快就能成功。气体源流是解开假身之乱秘密的关键，到时候你的东西出不来，全信那帮老家伙肯定不会放过我。
这是你的事情，戴掌门。如果我被搞掉了，你也活不了的。在你心里，他是爱你疼你的爷爷，但在异人间，在这个世界的公序良俗下，他是个背着10几条人命的恶棍。人呢？这个传说中的张楚岚长得什么样？又是权信，你们有完没完啊？我们才不是权信呢！我们对你没有恶意，只是我们的会长想见见你。他不会跟你们走的。奉家师之命，我们会把张楚岚带回去。抢生意，知不知道先来后到啊？哎，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他们可不是一般的艺人，这下难办了。3个道士，大晚上的 cosplay 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呢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我明天还有课，先回去了。小师叔，就这么个小子，用不着你出手。我和叶青先试试他到底几斤几两。别！我认输还不行吗？来真的！你不是会气体源流吗？你打他呀！小师叔，我们要不要继续？小师叔，咱们还是算了吧。你看这小子啥也不是，你还好意思？你打一个啥也不是的人，你是啥呀？金云、叶星，你们先退下吧。小师叔，这小子他根本就……哦，你又要干嘛？真不知道师傅为什么会看上你这样的人。你早说呀！你师傅看上我了。你师傅多大？叫什么名字？改天我去拜访拜访他。张楚岚，你闭嘴！你说咱爸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啊？他为什么对这个张楚岚这么在意？公司招人这种事，他向来是懒得管的，现在居然要亲自负责张楚岚，难道他还在打什么气体源流的主意？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吧，不过我觉得老爷子更看重的是张楚岚身上的关系。你知道吗？我调查了张锡林的全部资料，这张锡林就是个假身份，他一直在隐藏自己的过去。还有那张楚岚也不是个善茬，
一直不肯透露他爷爷教给他的功法。不过在被他打倒那几具傀儡身上，我还是找到了线索。张西林教给他孙子的功法是龙虎山天师府的独门功夫——金光咒。这个张西林难道是？他肯定跟龙虎山有极深的渊源。你也知道他，全姓那帮孙子，对外散播张楚岚就是气体源流的继承者。现在的张楚岚就是个唐僧肉，不知道有多少艺人势力都想上来咬这么一口啊！就我所知，现在有所行动的就有天师府和天下会两家。你也会这个，我也会，咱俩一家人，别打了。谁跟你一家人？我爷爷从小就教我这个，不是一家人怎么可能会？不信我给你看啊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龙虎山的金光咒？这个叫金光咒啊。还有，你爷爷是谁？让他和你一起到龙虎山请罪。都是一家人，说请罪这个话就见外了哈。龙虎山的金光咒不能外传，不管你爷爷是谁，都是龙虎山的叛徒。怪不得你也这么不堪。原来他也是这样的人，真是遗传。你爷爷才叛徒，你全家都叛徒。小师叔，下手重了点吧，师爷不是叫咱们。